篮球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运动。Hey, what's up? It's your boy Skip to my Lu。NBA 能够有今天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联盟，跟一个人绝对脱不了关系，那就是他的前总裁 David Stern。那我最近在 CBS 的网站上面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它叫做 David Stern's Legacy， 就是这个前总裁 David Stern 他所留下的遗产。这篇文章整理了很多，就是 David Stern 让 NBA 能够几乎是起死回生很多的关键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NBA 这个原本只属于北美的体育联盟，它是怎么样从一个美国的边缘的小联赛，在30年之内一下子变成席卷世界的文化现象。Alright, let's get to it。 听到起死回生这个词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这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 David Stern 接手 NBA 总裁位置的时候，整个 NBA 用陷入泥潭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1984年 NBA 的整体市值只有1550万美元，在美国的体育联赛当中只是一个小小咖而已。整个联盟23支球队当中有16支是处于亏本状态的，每支球队平均下来只有1万个球迷。表现最差的克利夫兰骑士队那年只能卖出 28% 的位置。整个篮球市场都非常的不好。时间快转，到了 David Stern 退休的时候， NBA 整个联盟的市值已经接近200亿美元，是30年的1000多倍。提到 NBA 的逆袭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因为 David Stern 眼光好帮助 NBA 抓住了2个时代级的红利。第一个红利是电视的普及，在 Stern 接手之后，趁着 Jordan 出现的热潮， NBA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从1990年开始合作，全美转播篮球比赛。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在和 NBC 合作的12年当中， NBA 的冠军战收视率一度达到历史的最高，其中最高的一年达到了收视率 18.7%， 那是1998年公牛对上爵士队 Jordan 的第2次3连霸。第二个红利是全球化布局。在1992年以前， NBA 球员是没有办法参加奥运的，很多球员都是在大学时期打完奥运之后才加入 NBA。 1988年汉城奥运，美国队以76比82输给了苏联。在拿了铜牌之后，在 David Stern 的帮忙之下，传说中的梦幻队梦幻一队成军了。11位 NBA 全明星加上一个大学球员 Christian Laettner，在巴塞隆纳的奥运会上，平均赢了对手 43.8 分。赢最少的那一场比赛是金牌战对上克罗埃西亚的32分。梦幻队的鬼神纪录震惊了全世界，也让世界看到什么是华丽并且强悍的篮球。4年过后，来自南斯拉夫的 Peja Stojakovic 加入 NBA。98年，德国人 Dirk Nowitzki。99年，马刺选了来自阿根廷的 Manu Ginobili。NBA 可谓正式拉开了它国际化的序幕。直到今天， NBA 已经在欧洲、美洲和亚洲的19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138场季前赛和常规赛。2019年，多伦多暴龙队成为了 NBA 历史上第1支夺冠的非美国球队。从2005到07年，连续3年的年度 MVP 最有价值球员分别被 Steve Nash 和 Dirk Nowitzki 包办，包括今年2022年连续4年的 MVP 都是外籍球员，希腊的字母哥 Giannis Antetokounmpo 和来自塞尔维亚的小丑 Nikola Jokic。David Stern 的全球化视野到今天已经开花结果， NBA 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联盟，跟通过电视提高曝光以及在全球进行人才和商业的布局是分不开的。但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，电视普及和全球化这2个红利不是只有 NBA 有的，MLB、NFL、NHL 都有为什么单单只有 NBA 能够崛起呢？这个就要提到 David Stern 为 NBA 留下最大的遗产。最简单的概念就是 David Stern 把 NBA 从职业篮球比赛变成了一个现代体育秀。这件事是 David Stern 对 NBA 甚至整个篮球产业最大的贡献。NBA 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现象，绝对离不开这几个关键的转变。
David Stern 主要做了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透过改变 NBA 的规则，让每个观众都觉得不虚此行。仔细想一下，如果看体育比赛的时候，你最不想看到什么？那一定是比赛的2支队伍实力相差悬殊。如果才刚开打没多久就没有了悬念了，第一节分数就差20分，一直到结束，那谁都会觉得这个票价一定不值嘛。但是在现实当中 ，NBA 的各个球队因为所处的城市经济水平不同，有高有低，这个导致大城市球队总是能开出更高的薪水，吸引更好的球员加入。那到最后一定是强队越来越强，弱队越来越弱。为了平衡各个城市球队的实力 ，David Stern 通过了一项制度 ，Salary Cap 薪资上限。简单来说就是，每个球队的薪水总和不能超过一个数字。这让大城市的球队不管你再有钱，你也没办法单纯靠撒钱来聚集球星，集合一支超级强队。这当然还是有奢侈税的问题啦，但是这边我们先不展开，我们先看改革的大面向。那现在强队太强的问题解决了 ，Stern 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：NBA 每一年加入新的球员，主要透过选秀制度来加入球队。在早期的 NBA 如果一支球队成绩垫底，那他就可以在选秀当中第一个选球员，拿到所谓的这个状元签。这个制度出发点是为了平衡球队的强弱，但是只要你仔细想一下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 bug。假设一支球队当年表现本来就不太好了，那他的最佳策略就不会是好好打比赛，扭转他的败局，而是故意输球，好让自己能够拿到状元签，在隔年从谷底翻身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球队的比赛嘛，绝对会烂到惨不忍睹。Stern 上任之后，改了好几次选秀的制度，那最核心的改变就是，所有没有进季后赛后段班的球队都有几率得到状元签。比如说当年火箭选择姚明用的状元签，就是靠着那个老板运气好，在 8.9% 的几率当中抽到的。Stern 对 NBA 制度的这2个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薪资上限让球星没有办法在大城市，选秀制度的改革让弱队必须认真对待当下的比赛，而故意摆烂的策略呢，也不一定管用。就算是冠军球队碰到弱队，也有爆冷门的可能性，比赛自然更加有可看性嘛。球队之间的悬殊变小了，还没有结束 ，Stern 还改了一个规则，提升比赛的得分。在 David Stern 上任的时候 ，NBA 整体的得分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，但是 NBA 当中流传着一句话，叫做“防守赢得总冠军，进攻赢得票房”。观众买票来看球，一定是想要看球星积极的进攻得分打出快节奏的快攻，上演精彩的扣篮。David Stern 非常清楚观众的这些喜好，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规则来鼓励球员得分。最有名的就是2004年加入了这个 No Hand Check 规则。简单来说，防守者对于进攻者的身体接触必须要收敛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去频道里的 Steve Nash 这一集复习。所以这让站在3分线外的小个子球员有更多的空间能够突破进入禁区，比赛也变得更好看。这个规则开启了一系列的后卫时代。在2004年之前的年度 MVP， 除了183公分的 Allen Iverson， 其他全部都高于198公分。所有的小个子球员 Steve Nash、Derrick Rose、Stephen Curry、Russell Westbrook、James Harden 都是这个规则的受益者。过去近20年来 ，NBA 从一个身高导向的联盟转向一个技巧导向的联盟，也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观赏风格的篮球。Stern 做的第2件事情就是改变 NBA 的主要产品。之前 NBA 在宣传上面更着重于比赛本身，但是在 Stern 上任之后，他将目光聚焦到了球员身上，把球员打造成有故事的产品。比如说上一个世纪80年代最出名的2位球员 Magic Johnson 和 Larry Bird， 这2位球员在球场下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在球场上分别属于湖人队和塞尔提克队。在这之前，这2支队伍在冠军战当中交手过7次，可以算是彼此的宿敌。所以 Magic 和 Bird 一下是敌人，一下是朋友，背负着豪门恩怨的故事，成为当年 NBA 的主推产品。
在这个之后 NBA 对于球星的打造都离不开这样的故事，比如说飞人 Michael Jordan 好几次夺冠，前面都挡着 Karl Malone 和 John Stockton， 再比如 Kobe Bryant 和 LeBron James 之间也有23对24的竞争故事，23号和24号到底是谁大于谁？有一篇文章这样讲，如果说 Stern 上任之前 NBA 是话剧，那他卸任的时候 NBA 已经变成了电视剧，甚至连续剧，也许没有那么纯粹了，但影响力、流行度和覆盖度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。NBA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竞技，而是成为了一种有强大造星能力、强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。没错，如果我们去看 David Stern 对球员的要求，会发现他根本就像一个经纪人一样，对整个联盟的球员实行专业化的形象管理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，这个跟我的 Allen Iverson 非常有关系。David Stern 意识到，如果球员穿得更正式，他们可以更被尊重，所以呢，他强行推行了 Dress Code 服仪令，要求所有的球员必须穿着专业、相对正式的服装。虽然一开始真的很多反对的声音，我自己也很不习惯，但是在大家慢慢接受之后呢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体育馆的进场通道变成了每个球员的伸展 T 台，有非常多球员甚至都成为时尚界的红人。还有，如果球员做了任何有损形象的事情，惩罚也会相当严厉。也是在04年，一场球员和球迷的大乱斗发生在底特律活塞队的主场。整个事件总共有9个球员受到惩罚，总共被禁赛了140场。其中好几个被禁赛的球员，他们其实没有参加斗殴，只是在打架的时候从替补席上站了起来。对于最主要惹事的球员 ，David Stern 禁止他当年赛季剩下所有的比赛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 Netflix 的纪录片，它其实会有更多不同面向的探讨。不过最后这个惩罚决定跟 Stern 的英文意思一样，就是非常的严厉，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。David Stern 通过这一系列的策略，把 NBA 打造成一场现代体育秀，有明星，有恩怨，有表演，有形象管理，这才让 NBA 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现象。虽然在这个30年当中 ，David Stern 很多的改革都受到很多的批评，说篮球已经变得很花俏了啦，篮球已经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篮球，已经不纯粹了，变得不好看了。其实想想本来很多事情都很难做到完美，但是回到一开始所说的，让 NBA 篮球成为了一个席卷世界的文化现象，要达到这个成果，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任务。一直以来都看到很多的报道，说以前的球员跟现在的球员，然后觉得谁打不赢谁，到底是什么时代的篮球是最好看、最强的？其实这种假想题第一个没有答案之外，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精准。我会想，他们到底是要打几战几胜，然后很喜欢挑最厉害的5个人。那我在想说，是先发直接尬48分钟吗？还是有包括板凳上的球员，最佳第6人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有的时候两队实力相当，就算7战4胜输了，搞不好多打个2场，结果又不一样。前面有提到 NBA 已经从身材导向的联盟变成技术导向的联盟。其实2种篮球都有它厉害的地方，我觉得这有点像神鬼战士跟捍卫战士，都是战争电影，只不过一个是近身格斗，一个是远距离，但都还蛮好看的我的感觉，人们倾向喜欢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的事物，通常都会喜欢最早开始看的篮球。我觉得也许是因为那不是篮球，还包含我们很多的回忆。举例，可能小学的时候都喜欢谁，国中的时候都看哪个球员，高中的时候可能都跟谁一起看篮球，一起经历过的那个喜怒哀乐。我觉得这些过程才是篮球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独一无二，并且最美好的回忆。不知道你们心中会不会想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全世界上到底是足球比较大，还是篮球比较大？那我后来发现呢，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问得很好，因为你说要大是观众比较多吗？还是比较多人在做这个运动？我资料查一查，发现很多数字都不太一样。我后来想想，好像谁是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正的厉害，它并不是靠比较而来的。刚好相反，其实真正厉害的是能够兼容并蓄，心中无敌才无敌于天下的。
其实想想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喜欢这个运动，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；喜欢这个运动，能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生活的道理。因为喜欢这个运动，所以可以不分你我，单纯的团结在一起。我觉得才是这个运动，这个篮球可以带给我们最棒的礼物。如果你想到哪些原因让篮球能够变成这个世界级的现象，然后我没有提到的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帮我补充一下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是怎么接触到篮球的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篮球这个运动呢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I'll see you next time. Peace.